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杨紫新剧《玉兰花开君再来》，拒绝赎身，带四女闯上海，这才是真正的民国大女主。2025年12月23日，海口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一场开机仪式让整个影视圈沸腾。腾讯视频、盛喜华视出品，金色传媒联合出品的女性传奇剧《玉兰花开君再来》正式开机。杨紫饰演的董竹君，这位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，将从14岁的清官人一路演到白手起家的商业女王。导演杨洋说：“很荣幸走进董竹君的传奇人生。这部长达36集的剧集计划在海口、万宁、上海等多地取景拍摄，预计2027年在腾讯视频播出。从清官人到锦江饭店创始人，一个女人如何改写命运？少女阿元因家庭贫困，被卖到长三楼做清官人。在这里，管事者告诉姑娘们，学会取悦男人才能安身立命。但阿元偏要走另一条路。革命党人夏之时为躲避追捕，暂居长三楼，与阿元渐生情愫。夏之时想为他赎身，阿元却拒绝了。在阿兰的帮助下，他策划了一场大逃亡，以小杨兰春的艺名谢幕。他在上海与夏之时举办婚礼，东渡日本求学，从此有了一个新名字董竹君。在日本，董竹君一边照顾家庭，一边学习知识。他结识了挚友张汉君，精神世界越来越饱满，女性独立意识的种子悄然萌发。4年后，董竹君随夏之时回到四川老家，成为风光无限的都督夫人。风光背后是丈夫的冷漠猜忌。夏之时从开明义士变成了比谁都传统的刽子手，试图把董竹君拽回封建礼教里。压抑苦闷的生活时时鞭打着董竹君，她彻底成了笼中金雀。10年的苦苦挣扎后，1915年，董竹君抛下一切，带着4个女儿回到上海。白手起家，一个女人如何在乱世中建立商业帝国？两手空空的日子没有打倒董竹君，她白手起家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创立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，建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。剧中，董竹君的创业之路并不轻松，她的亲自去菜场砍价，跟厨师学手艺，周旋于黑帮、政客和商界之间。杨洋导演的镜头不会美化苦难，却能拍出苦难里的光。比如董竹君带着女儿在上海租阁楼的戏份，清晨阳光照进窗棂，她一边给女儿梳头，一边在账本上打勾。抗战爆发，董竹君在海外辗转多年后回到上海，用自己的产业继续为共产党提供支持和帮助。他利用工作之便为共产党员提供庇护，同时开办杂志社、印刷厂，宣传共产党的理念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董竹君把一手建立的锦江两店交给国家，扩充为锦江饭店。杨紫加杨洋，这对双杨组合能创下新纪录吗？杨紫饰演的董竹君从14岁演到晚年，这已经不是杨紫第一次挑战跨年龄的角色。从《战长沙》里从懵懂少女成长为战地护士的胡香香，到《生命树》中认死理的白菊，杨紫最擅长诠释在磨难里长力气的角色。导演杨洋被称为最会拍女性的导演，他的代表作《梦华录》是中国国家版本馆唯一收藏的古装剧，还被收录进影视教材。杨洋拍过《千手江夜》、《不完美受害人》等多部作品，最擅长在宏大时代里挖细节，尤其懂怎么拍女性的成长。造型指导黄威介绍，团队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，力求让演员的造型还原人物当年的风采。阿元在长三楼的服饰是素雅的蓝布衫，绣着不起眼的玉兰花纹，留学归来穿简约洋装，却保留中式盘扣，创业后穿改良旗袍方便干活。
领口永远整洁。女性群像没有雌竞，只有共情。剧中不仅有董竹君的个人传奇，还有一条动人的女性群像线。假小子阿兰成了黑帮蓝夫人后，仍对董竹君出手相助。留学生张汉军从挚友变地下党，三人在上海滩各自挣扎，却彼此支撑。这种时代洪流下的女性互助，比单一主角光环更动人。更难得的是剧情的不悬浮。董竹君在四川老家被家族排挤时，不是靠男主解围，而是深夜自学管家账册。他创业时要面对黑帮、政客和商界之间的复杂关系，甚至的亲自去菜场砍价，跟厨师学手艺。开机仪式当天，剧中人物原型董竹君及其夫君夏之时的多位后人也从各地来到海口。董竹君的孙女董小君表示，将奶奶的传奇人生故事拍摄成影视剧，是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。夏之时的孙女夏显华也在侄女夏婷的陪伴下来到拍摄片场。她说，这部戏的开机拍摄让我们家人在海口实现了又一次团聚。双引号，海南取景，还原南洋篇章的独特风貌。该剧在海南的取景主要围绕剧情中菲律宾、南洋部分展开。剧组将在海口、万宁等地取景拍摄近20天，借助海南热带海洋风光与历史人文建筑，还原故事里南洋篇章的独特风貌。海口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的开机仪式上，导演杨洋说，海口不仅有良好的政策优势，还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，是影视剧创作的天然影棚之一。他执导的多部作品曾在海口取景拍摄，各级部门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让剧组得以安心创作。剧集曾于2023年6月19日入选腾讯视频2023大剧片单，2024年6月24日入选腾讯视频2024大剧片单，2025年10月27日入选鹅厂2026大剧片单并官宣杨紫加盟，2025年12月23日正式开机。2026年3月8日，该剧发布首支妇女节特辑预告。浙江省“15+5”影视剧创作重点选题库也将该剧列入入选项目。欧豪在剧中饰演夏之时，林志玲也将惊喜客串。董竹君的一生，做过青楼清官人，也是风光的督军夫人，还是身无分文的单亲妈妈，最后成为锦江饭店的创始人。杨紫在社交平台发文浪潮席卷，玉兰清幽。这位在乱世中开成玉兰的女性，她说的“我从不依附别人，我就是我自己”，在今天还能引发多少人的共鸣？